在唯识中的阿弥陀佛通赞术里说，大乘念佛有10种功德，其中第2项就是天魔金部。但魔真的只是存在遥远的魔界吗？它可能不只是藏在山洞里，不止在妖魔的脸上，它或许就在你的每一个被情绪牵动的念头里。念佛人老 K， 有很多人听到魔啊，脑子里马上就会浮现这个电影上面的这个妖魔鬼怪的形象啊，甚至是这个牛头马面。有些人甚至会觉得这个老 K 讲的跟我师父说的不一样，他一定是第6天魔王派来的有没有这种人？不少吧，每天都在找魔在哪里听2分钟不合自己的胃口就跳出来说末法时期的妖魔外道横行被我抓到了你这个魔子魔孙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天天严防魔鬼出来扰乱人间的我们，最近老 K 觉得似乎对这个魔的误会还蛮深的。今天老 K 就来带大家探讨这个议题魔究竟在哪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魔真的在外面吗？老 K 开头有提到天魔金部，我们以为的这个天魔，其实都是用我们心中的烦恼魔来扰乱我们的。在经典里面魔更多的时候代表不是外向的鬼怪，而是我们心中的障碍。以前有学者研究过佛教中的 Mara 就是魔王其实象征的就是欲望破坏佛法。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让你修行无法持续的念头。其实简单讲，真正的魔就是我们心中的贪嗔痴。老 K 带大家来看看好了。首先我们讲贪财很多人都会讲嘛都不是我的东西但是借一下没差公司的东西借用一下没有差没有经过同意就这样子使用反正也没有人知道再来就是贪色，明明知道不可以，但是还是会被勾起这种心中的欲念再来我们讲的是嗔恚就是生气有没有这种经验常常看到了嘛，就一点点小事就气得跳脚明明就是芝麻绿豆大的东西非得要跟对方争到底我才是对的其实这个对我的执着就是烦恼魔最爱的养分。再来就是愚痴，平常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道理，人家说旁观者清我们一进入到这个情境这个贪嗔痴纷纷都跑出来整个人就像失去自我一样马上被贪嗔痴吞噬。往往事后察觉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自己早就着魔了，自己还不知道。佛经里面有说过4种魔第一个是烦恼魔，第2个是五阴魔，第3是死魔，第4是天魔你们听到这边可能会很抽象不知道老 K 在讲什么其实这个魔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老 K 以下就带大家来看看。第一烦恼魔刚刚有说过就是我们心中的贪嗔痴。当欲望升起，脾气爆发佛教都说这个无明无明蒙蔽，我们当下就会开始被这个烦恼魔牵着鼻子走世尊当年也说这个是最厉害的魔，因为它存在每个人的心中直接扰乱了我们的心智第2叫做五阴魔大家知道五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我们平常都觉得这个身体就是我自己我们现在这个感触就是真的但是经典上里面有说这都是短暂的因缘聚合。我就说嘛，我们如果执着这个五阴是自己的瞬间其实你在当下就被五阴魔控制住。第3叫做死魔这个可能比较好理解，顾名思义就是对死亡本身的畏惧因为有很多人不了解生死轮回，所以当下会害怕死亡。这种恐惧让人慌乱抓不到依靠因此成为这个死魔的力量。你看看我们念佛法门有些人念佛修了一辈子到最后还会怕死那个就是死魔的干扰。第4就是天魔这个在佛经中有出现过的，就是魔王波旬，他被形容成第6天魔王，
专门出来扰乱修行人。这个最有名的公案呢，就是当年世尊在菩提树下修行的时候天魔到最后发现这个五阴魔、烦恼魔这些都无法骚扰世尊以后画出种种干扰来干扰世尊嘛。但当下佛陀就安住自己的正念，才得以降服天魔而成佛我们了解了这4种魔以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最厉害的就是这个烦恼魔。刚刚老 K 有说了，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并且越是到末法时期它就是时时刻刻都存在，而且不容易被发觉，但往往伴随着痛苦、压抑的情绪。你看看我们每天在娱乐看的这些串流平台看完之后心里起了一些烦恼的念头有的人处处留言就是攻击别人嘛那其实就是烦恼魔。当下自己很难察觉都以为自己在维持正义表达意见而已这样到处骂到处酸嘛。这些人可能当下会满足自己的快感会觉得自己骂完很痛快但是当冷静下来以后这个心里的空虚就会开始袭来，就是感觉心里空空的甚至有的人因此觉得自己很痛苦所以你们看有时候来骂老 K 那些酸民其实他们不是故意的就是被这个烦恼魔控制了而已要不然你们看看嘛，明明都是父母老师都在学校教的好好的，告诉你对人处事要好好讲话嘛，但是遇到人你就会这样子就像中邪一样那这个不是我们的错嘛是不是自己着魔了自己不知道呢？所以你们说面对这些人有什么好生气的因为跟他们一起生气那不是自己也着魔了吗？老 K 记得有一位很有名的当代居士，他曾经很直白的说过一句话：不念佛即念魔现代人着魔不自知的现象很多甚至这个着魔还变成习惯性是不是一天不骂人一天不跟人家吵架就觉得全身不自在这个每天烦恼魔就是来跟他要食物是吧要满足这个脑内骂人的时候产生的多巴胺这是快感刺激嘛对吧？你看现在很多频道这个做影片对骂有的就是拼命找话题什么都可以骂嘛，政治、社会、娱乐，当下其实看得很过瘾嘛，点阅率很高你只要做那种片就会勾起你心中的烦恼魔就会跟他参加进去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末法时期的魔比起这个老 K 在这边讲佛法讲错了就被归类于魔子魔孙存在我们心中的这个魔每天影响你的时间更多嘛我们每天这个满足脑袋里这个多巴胺好解气看谁骂人很过瘾这个谁最高兴那就是烦恼魔最高兴嘛。如果我们把佛号当作觉知的代表，那么大家会发现你生活在现今除了提起佛号的时间以外这个其他的任何时间都很容易被魔渗透控制利用这也是为什么念佛能够让天魔进步的原理这可不是空谈这意思就是在说像我们每天在看 YouTube 看了这些很耸动的影片你看完在下面跟他一起留言一起骂这行为很容易被魔利用的意思你还不如把这些东西都放下，专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呢？我们先不要管你是不是佛教徒当你专心念佛号的时候，我们当下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注意力就这样子被转移了。其实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每一句都有佛的愿力在加持让我们不要再这样傻乎乎的去用这个贪嗔痴来喂养的烦恼魔以前有学者也解释过这个魔其实就是内在的染污当我们修行越专注的时候，它就越害怕，因为它会因此失去养分你们看看这是不是很合理？当然这边说的专注在我们净土中的角度来看，就是叫你专称佛名专修念佛而已并不是他宗别派叫你不要分心修禅定的概念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一声声的佛号就是在削弱烦恼魔在我们心中的力量因为当我们贪嗔痴减少了这个魔王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心中有立足之地它自然就进步跑得远远的
啊，其实老 K 这边要说的啊，并不是叫你去消除心中所有的贪嗔痴哦，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摆脱魔的控制啊，因为我们每个人有贪嗔痴这件事啊，都是与生俱来的。老 K 的意思是说啊，当我们降生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一刻，我们其实已经就注定成为烦恼魔的养分了。所以重点并不是我们要怎么消除心中的贪嗔痴，而是让这些贪嗔痴啊，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啊，暂时对我们不起作用，这就是关键哦。啊，听不懂的人啊，老 K 再举个例子好了。啊，男众朋友啊，当你现在躲在房间里啊，准备要看 A 片。哇！然后你太太啊，忽然从楼下跑上来啊，打开你的房门啊，幸好啊，你当下那个 play 的按键还没按下去啊，你太太忽然很慌张的告诉你啊，我们的小孩病了哦，我们要赶快带他去看医生，责任感袭来啊，你就赶快急急忙忙带着你的小孩去看医生了嘛啊，于是啊，你今天本来要破戒的就因为这样啊，注意力转移了嘛。啊，我们念佛啊，与佛同在，其实就是这个概念而已啊，不是消除它的概念，而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啊，所以当下没有空去贪嗔痴啊，没有时间理会这些烦恼魔嘛啊，你们大家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二元对立啊，地缘政治，大家都说自己是正义的嘛，我们要站在正义的一方啊，对抗邪恶啊，号召大家起来啊，抵制某某某。好，因为他怎么样的他就是邪恶的一方啊！先将这些人贴上邪恶的标签然后再反对他嘛。好，我们先不论是非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当下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并且是觉得自己做对了选择甚至我投入这个正义的一方的阵营与这个阵营并肩而战，在这个过程你心中的贪嗔痴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我们每天都说自己很正义嘛，都觉得自己做得很对但当我们察觉的时候还是天天在客厅里或是躲在房间里面那个胡思乱想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时间到点的就是睡觉而已嘛所以你们看看我们哪一天没有在被这个烦恼魔控制再来老 K 想要分析这个心中觉得是自己正义的这个心态。如果你哪天发现你觉得你自己是站在正义的地方这个正义感爆棚但是我们每天应该过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充实才对嘛。可是这一天天的，你总觉得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空虚有没有发现那所以你到底是站在正义的地方还是只是寄托一种信仰呢？就像老 K 上面说过的嘛。这个烦恼魔天天都来问我们要养分，所以我们天天要满足大脑里面的多巴胺而已嘛。只要一天不看一天不接触就觉得这个心里空空的，失去寄托嘛。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你要意识到自己正在着魔这绝对跟你自己认为现在自己是不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换句话说这个烦恼魔、心魔它并不会因为你站在正义的一方，这个魔就不用你心中的这个贪嗔痴来当养分。我就这样说好了，就算你是一位在忉利天主身边担任秘书的人天天跟这一位老天爷鞍前马后这样够正义了吧？老天爷的跟班但若是这个贪嗔痴在你心中出现那么当下你还是逃离不了这个烦恼魔利用你心中的贪嗔痴在你心中滋长。有要求老 K 你怎么说这个老天爷都没办法救我那我怎么办能够降服你心中烦恼魔的人其实只有你自己而已有些人看到这边可能会觉得老 K 在讲泛泛之论在这边我讲出一个譬喻相信大家会很有感你看有些人这个戒色戒邪淫戒了很久嘛认为自己已经很成功了甚至隔绝掉这个外界所有会让我们起邪念的条件有的人连手机都不滑了嘛因为上网这边看那边看等一下就看到破戒嘛，所以戒色非常顺利在过去3年过得非常清净。但是这个3年以后呢有一天他又不小心在路上看到这个外援导致他心中这个魔鬼刚刚说的烦恼魔就这样被放出来，于是就这样破戒了。
啊，这个人是非常懊悔啊，因为前不久啊，他才在大家面前宣布他自己戒色成功，并且当下还受到大家的尊敬啊，没想到啊，过了这么多年啊，自己还是破戒。你们看啊，他懊悔了很久很久啊，结果都没有发现啊，其实他这个懊悔啊，也是烦恼魔的养分之一。那么你看看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其实就根本这个烦恼魔啊，就存在他的心中啊，根本不在外面啊。我们要用一种办法来对抗这个坏习惯啊，对抗这个习气，就是这个贪嗔痴哦，烦恼魔，我跟你拼了！我就是要断除这个心中所有的色欲啊，坏习惯啊，这本身啊，这方向就错误了嘛，不是对抗它，而是不理它。因为啊，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对抗这些烦恼魔啊，以凡夫的境界来讲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要怎么不理它呢？转移注意力啊，就是最好的办法啊。老 K 啊，以上只是用戒色来譬喻啊，嫉妒、生气、烦躁、贪婪、怨恨等等等啊，这些负面的情绪啊，都是烦恼魔的养分啊。我们面对一个烦恼魔啊，都克制不了了啊，还要去克服所有的烦恼魔啊，所以身为凡夫啊，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嘛啊，怎么办呢？啊，你们说怎么办呢？哦，修禅定有办法吗？不用我们这些不会禅定的人来说嘴啊，你们让修禅定的人自己来说就知道了啊。老 K 认识一位师傅啊，他打了禅期啊，打了200多次啊，结果他现在也是净土宗教团的一员，大力宣传这个善导教法。他都说这个修禅实在是没有办法成道啊，我们就不要说当代的法师好了，以前的有名延寿禅师啊，那还是法眼中的三祖啊，他都说过了嘛，有禅无净土，识人久错路，因境若现前，披尔随他去。啊，说了这个修禅的90%都跑去地狱啊。现在啊，我们就有一个好办法，就是专修念佛啊。大家可能会问啊，这个专修念佛啊，能够让我们不受烦恼魔控制的原理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这深深都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啊，都是十方世界的佛菩萨在护念。好，这个烦恼魔啊，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这个贪嗔痴啊不起作用，逐渐远离我们。你们看看老 K 在这边要举自己的例子啊，算是我个人真实的案例啊。老 K 在开频道初期的时候啊，你看很多酸民嘛每天就是跑出来看到我在讲佛法，就说我是妖魔魔子魔孙嘛。其实当时说真的，一度觉得很受伤自己明明传的是正法但是天天就这样被嘴有时候会想这些人我跟他们非亲非故的，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忍受他们这样谩骂一度还坚持不下去觉得我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自讨没趣但是在会境上的和净土宗教团的师父们的引导之下甚至还有这个信愿念佛人这些我的前辈们来给我鼓励加上老 K 坚持报佛恩所以这个无论被多少人攻击我还是这样子走过来。印象深刻的是很多粉丝们不断的给我鼓励无论我讲什么主题都是鼓励我、支持我。无论是实质性的留言还是打赏老 K 都感受到满满的温暖。不过现在跟以前可是完全不一样就在这个天天坚持念佛的时光中心里逐渐不再在意这些流言蜚语就像以前道成师父给我一段鼓励的话这些现在诽谤我们说不定他们以前传法的时候都是我去障碍过他们嘛然后现在只是业力牵引他们反过来障碍我而已所以这样讲起来看到老 K 心生不满，对我有恶言攻击甚至诽谤的我反而要感谢这些人才对就是因为你们出现让我有机会消业嘛所以你看现在我想起来这也是因为我坚持念佛这样下来体会到烦恼魔在我的心中作祟嘛，然后自己在精进念佛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清净心的体验嘛。所以你们看看人家说修行就是修自己的心嘛。老 K 的例子就是以前自己的心比较脆弱比较容易起烦恼
这些都是烦恼魔的养分。外来这些流言酸民们啊，就算他们骂得再怎么凶啊，当下心中都是南无阿弥陀佛的话，当然就没有贪嗔痴的位置啊。所以换句话说，也没有烦恼魔在我心中立足的位置了嘛。现在的我啊，逐渐学会啊，心中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依附着这个佛的愿力啊。慧经上人有说过嘛，是心作佛，是心念佛嘛。这个念佛的时候就是在做佛啊，所以没有空烦恼。换句话说啊，就是因为有这一句佛号，才成就今天能够在这边念佛的我们嘛。所以你们说啊，我这一辈子啊，要怎么样才能忘记佛恩呢？老 K 今后啊，不只是要继续说啊，要报师恩啊，报善导祖师之恩啊，也要报佛恩嘛。所以老 K 啊，今后还是会积极的推广这些善法，让更多人能够得利。所以啊，讲了这么多啊，老 K 今天要传达给大家的，大家听得懂啊？魔啊，其实没有这么神秘，其实它也没有这么可怕啊，绝对不是啊！你在电视上看到这种躲在山洞里啊，没事跳出来吓人的这些妖魔鬼怪，它其实是藏在我们心中啊，用我们心中的贪嗔痴为养分的烦恼，它就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啊。当我们这个情绪被牵动、被欲望勾起来的时候啊，这个魔王就开始偷笑了，因为他就得到充足的养分了。当我们专心念佛这个深深的南无阿弥陀佛就像一道光一样，光一照了，魔王自然而然就怕了怂了嘛，就跑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念佛能够使天魔惊怖的意思这绝不是说我们念佛变得多强大，而是佛愿佛力不可思议我们只要老实念佛就能够在佛愿的摄受之下，让这个心越来越清明让我们心中的魔越来越远离我们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嘛，不是看你当下现在被谁罩着而是看你愿不愿意这一步步的把自己的心交给阿弥陀佛当我们愿意把心交给佛的那一刻开始这个魔自然就远离了，佛自然而然就在我们心中降临。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南无阿弥陀佛。